就在本月初，台积电突然爆出其2纳米先进制程技术可能存在泄密的情况，并且表示将对负有责任员工采取法律行动。事情爆出的一开始大家普遍猜测泄密对象可能是中芯、三星或者英特尔，但众所周知，2纳米 GAA 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制造工艺，由于需要 EUV 和相关的 EDA 工具，自然与中国大陆关系并不大。而三星的北美工厂刚刚与特斯拉签订了160亿美元的大单，也完全没有必要趟这趟浑水。其实这些年，自梁孟松的官司之后，三星与台积电之间呢，也一直保持着相对井水不犯河水状态。英特尔就更不用说了，还需要去窃取吗？正大光明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并且英特尔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并不是在于技术，而是在于管理层和成本方面。那么窃取2纳米商业机密会是谁呢？后来根据进一步的信息发现，这9名涉案人员，其中3名为台积电2纳米产线的市场员，他们涉嫌通过咖啡店会面透露了数百张2纳米工艺的照片和技术机密，给到了日本威力科创，也就是 TEL 的员工。话说回来， TEL 与我们今天的视频主角日本晶圆代工厂 Rapidus 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关系可大了，应该这么说TEL 不仅是 Rapidus 主要的创始股东之一，它同时也是 Rapidus 背后的关键设备供应商，直接参与到了 Rapidus 的技术路线乃至整个战略规划的制定。简单来说， TEL 不仅是 Rapidus 的资本合伙人，也是其设备技术的承接人之一。那么是的，日本人高价从 IBM 购买到了2纳米 GA 技术，到这次毫无底线的直接从台积电窃取关键的商业机密， Rapidus 有可能带领日本半导体走向复兴吗？ Rapidus 又面临了怎样的一个危机呢？为何我又会说日本冲击2纳米芯片制造大概率会以失败而告终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简单聊聊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首先，我们先来大致了解一下 Rapidus。Rapidus 成立于2022年8月份，总部位于东京千代田，17工厂建于日本北海道千岁市。简单来说， Rapidus 它是在日本半导体工业救助法案颁布的背景下，由日本8大巨头共同出资，日本政府重点扶持组建的一支日本半导体先进制造的突击军，旨在重振日本半导体产业，以及拿回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曾经主导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产业荣光。与之前小打小闹不同这几年间，日本政府与产业巨头们已经连续实实在在的给 Rapidus 投资了近1万亿日元，不仅拿地建厂、买技术、挖人才，承诺、补贴、资金各种配套。是的，可以这么说，日本人几乎把能给到的都给到了。就像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24年发布的报告中提到， Rapidus 的成立不仅是一项商业投资，更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Rapidus 能否在新一代半导体制造技术上实现量产，被视为是日本半导体产业最后的机会。说到这里，大家就能理解 TEL 为什么要从台积电窃取资料了吧？那真的是急了呀。我们来大致看一下目前全球2纳米主要晶圆代工厂的路线图。目前台积电已经完成了 N2 制程的试产阶段，良率已经达到了 70%， 估计很快下半年就会进入量产阶段。而英特尔 18A 目前也已经进入风险试产阶段，良率大概在 55% 左右。不过据说目前客户方面不太满意，先会是在内部首先使用。最后是三星方面，三星 SF2 虽然试产较早，但是良率一直在 40% 上下徘徊。在拿到特斯拉的大单之后，预计最快也将在2027年实现特斯拉 AI6 芯片的量产。也就是说，对比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的进度，日本 Rapidus 2纳米真正的窗口期大概也只有2年左右的时间。而当下在全球半导体市场，2纳米芯片总共只有大概40到50家的潜在客户。这么说吧，一般情况下，芯片设计公司一旦选定了晶圆代工厂是不会去轻易更换代工厂的。如果要更换，这不仅会面临极高的转换成本，还需要更换包括重新选择 IP、调整设计方案以及重新验证工艺和流片等等。也就是说这意味着在2027年，日本 Rapidus 作为新进者，一旦无法提供稳定的良率和产能，恐怕就再难拿到任何的订单机会了。另一方面呢，除了商业方面的压力我
我们从技术角度上来看呢，为什么 Rapidus 要去窃取台积电2纳米的产线机密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 Rapidus 在与 MEC 和 IBM 合作之后，其2纳米的主要研究方向采用的是叫做 GA Nanowire 纳米线技术。简单来说，它与台积电 N2 的 GA Nanosheet 工艺大致是类似的，都属于 GA FET 的变体。主要区别呢， Nanowire 采用的是线状管道，而 Nanosheet 采用则是片状管道。理论上来说呢，我们可以把台积电采用的 GA Nanosheet 视作是 Nanowire 的升级版，因为它的管道 folding 上更高效，热阻也相对更低，特别是在2纳米以下的节点上，台积电的方案能够提供更好的电学一致性。据说 Rapidus 的中视线计划在今年6到7月份开始试运营，台积电的2纳米良率已经达到了 65% 以上，而 Rapidus 的原型阶段呢，估计良率仅在 30% 左右。虽然台积电说泄密的资料非关键，主要是以杀鸡儆猴为主，但是对于目前的 Rapidus 来说即便是非关键，即便是一些产线上的良率优化、工艺参数和缺陷分析的数据，但是实际上对于现阶段的 Rapidus 来说，任何一点良率优化的机会，任何一点提升的可能呢，即便是通过窃取和商业间谍获得的，都可能是目前生存下去最后的一根稻草。那么最后我们来简单聊一下，那么既然日本业界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要冲击2纳米芯片制造，同时又投入了如此巨量的资源，甚至采用了商业间谍手段，为何我又会说日本冲击2纳米芯片大概率会失败呢？我这里给大家总结了3点原因。首先第一点，日本人的步子确实迈得有点太大了。虽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在低乱芯片领域确实曾经取得过不凡的成就，但是自90年代以来日本半导体产业实际上已经开始衰落了。来到这些年呢，排除台积电在熊本的熊北厂，日本本土实际上最先进的量产工艺实际上是40纳米，这比全球尖端技术落后了大概20年左右的时间。目前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的存在感主要体现还是在于整个产业的上游设备和材料领域，反而在制造端，在先进制程产线上严重缺乏相关的经验和人才。我们要理解目前台积电大概有6万多名直接与制程工艺相关的工程师与人才队伍，而根据 Rapidus 自己透露，他们通过海外招聘和高薪挖角，目前工程师队伍也仅有数百人，并且主要履历集中在28纳米的项目，这个差距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弥补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过去日本人在半导体，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分工主要是卖厨具、卖设备、做上游的，等于是突然他说他要转型自己开饭店了，并且还要直接做米其林3星，要直接与圆山饭店抢生意了。是的，像台积电、三星、英特尔、联电包括中芯，他们已经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完善工艺，经历了无数次的迭代和流程优化，才有了如今的良率。对于日本 Rapidus 来说宣布直接要做2纳米芯片，就这一点可能说难度完全不亚于让一个普通人去开 F1 赛车，让一个零经验的学徒去做米其林3星的大厨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然后第二点，比起人才和经验， Rapidus 目前发展存在着一个严重的 bug。 我们来看看 Rapidus 主要的股东和客户，我们可以看到有索尼、丰田、罗姆、瑞萨、电装，包括东芝。我们会发现他们大多主要还是聚焦于一些特定的像存储汽车芯片、传感器和工业芯片等一些特定领域。即便是日本本土有一些芯片设计公司，包括一些小型的 AI 的初创公司，对于 AI 和边缘计算有一定的需求，但是他们通常又不处于2纳米芯片尖端逻辑设计这个范围。所以怎么说呢？没有客户，没有市场，很难支撑2纳米芯片100亿美元这样一个基础的产能运转的需求。简单来说，就目前日本发展晶圆代工来说，目前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在于技术本身也不在于能不能造出2纳米芯片，而是目前日本现在压根就没有全球领先的 Fabless 生态，缺乏像英伟达、
AMD、高通这样的 Fabless 芯片设计公司，造出来了也没有人下单，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啊。最后第3个困难也是很关键的，那就是目前美国的100%的半导体关税，其明确强调了要鼓励芯片在美国本土制造。一开始说税率会降低，但是后来又改口税率可能会大幅上升，可能是200%，也可能是300%。不管怎么说呢，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具体的一个实施细节，但是对于谁的打击可能是最大的呢？那肯定不会是中国大陆，先进制造自己的产能都用不完，也不会是已经在美国本土建厂的包括三星、台积电。那会是谁呢？毫无疑问，最大的间接受害者可能反而是像日本 Replus 这样的企业了，失去美国消费市场。我个人是看不到任何日本 Replus 发展的一个上限的。那么最后总结一下，我们这期视频分析了日本窃取台积电2纳米机密的一些动机，以及我对日本晶圆代工厂 Replus 生产2纳米芯片的一些前景的看法。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那么朋友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